虽然谶纬屡遭禁绝或者转化为求签，但民间还是有一些谶书在流传，比如托为姜太公的乾坤万年歌，托为诸葛亮的马前课，托为邵雍的梅花诗，托为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，以及相传为唐代袁天罡、李淳风著的《推背图》和李淳风的藏头诗等等。这其中可能要数《推背图》最广为人知。在《宋史艺文志》子部五行类有《推背图》一卷，但不注作者。可见，不管《推背图》是不是袁天罡、李淳风所作，但至少在宋朝已经存在了，距今可能已有1000年的时间了。推背图以60甲子为序，从甲子至癸亥列出了60幅图画，每个干支下配以64卦里的一卦，然后列有4句谶词、4句宋词，谶词都用4言或3言。宋词4句为7言或5言，这就是推背图的文本。因为这本书第60幅图画癸亥图像里画的是2个人一前一后向同一方向前行，后者推抚前人之背，颇有幽默趣味，寓意深远。最后的宋词说万万千千说不尽，不如推背去归休，所以取名为推背图。现在流传的推背图文本在网络上到处都是，金圣叹在每个宋词后面都有注解。正因为谶语本身说得很隐晦，所以给每一个解读它的人都留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。正如金圣叹说的那样，我宜不解解之，诸者有之，当亦许可。当初做这些谶语的人，如果不想让别人歪解误解，一定会把话说得明明白白、准确无误的，否则每一位读到他的人凭个人的主观发挥，也许就是作者本来的用意。所谓缘分深浅，祸福厚薄，全凭阁下自由取用，而一切结果可以说也都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到这里，钟兆鹏先生的这本谶纬论略就分享完毕了。当然，书中还有一些很专业的文本内容，十分枯燥晦涩，以及谶纬和自然科学和历史的关系等内容，我就略过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原书。最后，作为这10集谶纬系列视频的结尾，我斗胆也解一条谶语，作为对关注我的朋友们的回报。不妨就以推背图第60象癸亥坤下兑上萃来说说。推背图作为谶语，其本质上是预言政治的，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可以借题发挥到我们个人的人生际遇之中。比如金圣叹在注解第59象时说，此乃大同之象，人生其际，引何时得？当不止若何愉快也。在这里，我们不谈政治，仅从布衣百姓的角度说说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点感想。我孤妄说之，你且孤妄听之，不可认真，更不能当真。先说第60象配的卦是坤下兑上泽地萃卦。萃卦的主旨，谢祥荣在《周易见龙》里总结说，人才是决定因素。这和电影《天下无贼》中的名言21世纪人才最贵一样，说明人才的作用。但是人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，人才并不是到了今天才重要，才起决定因素的。从几千年前开始，哪个朝代都不敢说人才不重要，但萃卦向我们揭示的人才之道和以往不同。以往对于人才的要求，名义上是求才，而实际上要求有德，所谓德才兼备，宁要有德无才，而不要有才无德。萃卦的人才之道重在才上，要求必须有过人之处，必须有识才，但不要求有德。比如在今天的短视频平台上，各大景区里的网红 NPC 有太多的能人异士了，但这些人的人品道德如何，观众其实要求不高，甚至没要求。一个人哪怕他能感动中国，但在短视频推送到用户手机的这几秒钟里，你不亮出点绝活，也得不到别人的点赞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；池塘大了，当然也可以容得下所有的鱼虾，各显神通。所以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启示是，在有德和有才之间，优先选择有才。这是根本，但是不是说咱们今后可以不必再有德了呢？这个问题到后面说到自由时再说。再说萃卦的卦象，坤下兑上，坤为母，
兑为少女，是老母少女之相，这就是第60项奇怪的地方之一了。60项里的配图却明显是一老一少两个男人，可以看作是老妇少男之相。卦象是老母少女，而配图却是老妇少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我们按图索骥，找找卦象是老妇少男的卦的配图是什么吧。老妇少男为山天大畜卦，好巧不巧，推背图60干支只配60卦，有4卦没配，没配的4卦中就有这个大畜卦，其他没配的3卦是地山乾卦、雷山小过、雷泽归妹，为什么没有配大畜卦呢？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64卦中，除了大畜卦是老妇少男之外，其实天山遁卦也可以看作是老妇少男之象，差别只是内外卦的位置。而遁卦配在第3象丙寅里，配图是一个女皇帝像。金圣叹注解说，此象主武曌当国。对于第60象配图为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这一点，还可以有不同看法。比如，凭什么一定说是少男呢？中男、长男不可以吗？就细节看，画中2个人都戴冠，说明少男至少已经到了及冠的年龄，20岁以上。至于你认为他是少男、中男还是长男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就在于你第一眼看到时第一印象是啥。我的第一印象是少男，所以我以老妇少男来论。这2个人可以说反映了我们当前社会中的2大年龄焦虑问题。少男的年龄焦虑和目前社会上出现的35岁就业门槛，老妇的年龄焦虑和中国日益进入的老龄化社会，男性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，可不可以说这2类人的年龄问题已经是当今社会所独有的特点呢？再说第60项的谶语，一阴一阳，无始无终，终者自终，始者自始。一阴一阳，早几十年前已经有人提出，它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二进制很像了。如今随着 AI 的兴起，这一阴一阳的二进制时代可能才算是正式到来。而且人类到了 AI 社会之后，可以说无始无终。你看图中少男伸出双手在老妇背上的样子，是不是像极了双手在键盘上打字当键盘侠的你？终者自终，也许就是说已经终结退出社会的事将永远一去不回了。比如封建制度下的皇帝男人3妻4妾这种事永远不可能重演了。咱普通百姓还可以关注哪些退出社会的事呢？我个人认为不妨关注一下这几年高校停开砍掉的专业，比如某些大学已经砍掉了土木工程、新闻、广告、国际贸易、视觉设计等专业。可能有的人，特别是曾经教过这些专业的老师教授们，也许还幻想着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有朝一日江湖再见呢。不说今后，就说今天的 AI 作文和绘画水平，能不能轻松秒杀高校里的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吧？始者自始，已经开始了的苗头势头，今后只会更旺更盛，真正的势力还没有到来。AI 已经让某些人感到饭碗不保了，别着急，未来你会收获更多饭碗不保的小伙伴。据说某 AI 已经会自动骂人了，别怕，人们已经开始担心的 AI 有意识、AI 造反，凡是现在已经有苗头的事，未来都会一件不落地和你见面，是不是想想就非常激动呢？我之所以如此说，绝非是在故意危言耸听或制造焦虑，因为这句谶语只有16个字，而终和始就占了6个字的比重，它们分别出现了2次，终者自终，始者自始，这和我们常说的终而复始，始而有终不同。有些事在以前也许可以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来保持乐观的展望，但在今天，在今后 AI 降临的时代，死灰绝不可能复燃，河东的河西的风水将不再轮转。终者自终，始者自始，这句话又好像有自己亲手造成了的感觉。那些死掉的是自己把自己干死的，那些开始的是自己从一个全新的状态开始的，不是从别的地方转化过来的，也不是因为什么别的事阴差阳错弄成了现在这样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做。所以有发明创造天赋的人，你们真正的好时代就是现在啊。